是不是有病？我们买房的50万你拿来给芒果装大棚，谁家种芒果用大棚啊？今天和中介说好要交钱的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气象局的朋友偷偷告诉我，今年副热带高压异常，入夏就是极端高温，到时候鸡蛋掉在地上都能煎成熟的。这可是内部消息。现在离夏至只有1周了，温度太高的话，咱们的芒果会催熟发黑，烂成一滩水。要真到了那一步，亏的钱不够我们赔的。有这些降温设备，我们的芒果就能挺过这次高温。到时候整个水果市场就只有咱们家能拿得出货，卖出的钱够咱换一套更大的房子。磊子，你是这几年卖货卖不过我急红眼了？老赵，有话好好说，别碰这套罐罐机子。这套罐罐设备采购加全套安装，前后一共投入50万，是果园核心作业农具设备，造价很高，如果不慎造成损坏，是需要承担对应的赔偿责任的。咱们有问题可以好好协商。今年可有极端高温，不提前准备，到时候你那整园的芒果可都救不过来。哈哈哈哈！笑话，要不要我教教你？芒果可是热带水果，哪有人在大棚里种的？那不闷坏了吗？到时候城里的张总全盯着我这几万斤的大单收，你那点破果子，就算白送都没人多看一眼，你就等着全烂在筐里发臭吧。谁的果子发烂还不一定呢。别扯这些了，王磊，我就问你，城里的房子你到底还买不买？我妈我弟都准备好搬进城里了，你要让我们跟着你在这破村子里受一辈子芒果吗？曼曼，你相信我，这钱如果拿来买房，我们只会亏得连房贷都还不上。一天天的净说着虚的，跟着你在这山沟沟里，我还不如去城里要饭。今天你要是不把这些废铁卖了，这日子就别过了。曼曼，别和这没用的男人废话了，这是我找师傅专门打的镯子。走，上车，带你去城里的别墅里喝茶。王磊，你真是个没用的东西。小曼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小磊跟你在一起之后对你也不差呀。你们全家都一样，给不了我要的生活。小磊，那可是你们进城安家的钱啊，全都花光了。陈曼都跟着赵强走了，钱没了可以再挣，可6天后夏至，气温一破红线，满园的芒果全得烂。到那时候说什么都晚了。就算我今天赌错了，天大的窟窿我一个人扛。这钱是你在泥坑里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，爸妈相信你，就算真亏了，我还能去城里当保姆，你爸还能去当2年保安。爸妈肯定不会让你们操这个心。快点儿，老子刚签了3万斤的收购合同，给老子把催熟剂用上，趁着这波高温涨势好，我要狠狠赚一大笔。得赶紧把大棚的框架搭起来，制冷机的油箱全都要加满。赵老板，你今年的芒果我全包了。我赵强的芒果保质保量，那咱们直接签合同吧。张总，一共3万斤的货，定金15万，后续交货了咱们再结尾款。还是赵老板办事靠谱，这果子的品相可比隔壁村强太多了。今年我们那边的芒果供应可就全靠你了。做生意讲的就是个信誉，跟我合作绝不会让您吃亏。小磊啊，今天赵强都开始签今年收购合同了，你还在这瞎整成什么芒果大棚？叔，今年天气可不对劲，还有2天就夏至了，我不打算预签合同。不签合同你吃什么？今年的收购价比往年可都要高。那交不上货，违约金也会涨的。别折腾这些歪门邪道了，你爹娘一把年纪了也不容易。高温一来，满园的芒果1个小时就会变质，还是稳当点好。小磊，叔也是看着你长大的，听叔一句劝，你把存款全砸在大棚上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李叔，真不用劝我，您地里也多备点水，千万别签预定合同。你这孩子怎么就听不进好赖话呢？哟，新鲜啊！第一次见给芒果加大棚的。你们村今年收成好，给你在去年的价格上每斤加10块，怎么样？张总请回吧，这2天我一单都不会签的。你是嫌低？你这种直规模可不够跟我抬价，你在这儿闹呢。签的单多是好事，但可没人知道他们能不能按时交货。按我说的价签单，你比去年可不知道要多赚多少。赵强昨天直接跟我签了2万斤，你这点货我还看不上呢，真是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爸，你去检查下遮阳网的封边。小磊，就咱们这几十亩地，至于防备的这么严实吗？极端高温来了，这降温系统就是咱们的命根子，半点差错都不能出。王磊，听说你还要跟张总谈价，瞧你这倒霉样，张总给赵光包装定金就能塞满整辆车的后备箱，你呢，
赵强随手给我买的金镯子，还有这辆新提的车，不知道你要在这园里干几年才买得起啊？看在往日的情分，你现在把这些破设备退了，再好好给我认个错，我还能给你一次复合的机会。我可以让赵强在他的果园里给你安排个看大门、扫地的差事，好歹能让你吃上一口剩饭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挪一挪，你踩着我的滴灌喷头了。好你个王磊，你就抱着你的破烂等死吧！我看你能搞出什么名堂来！今天是6月20日，夏至节气即将到来。今年夏至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风险显著上升，特此提醒全体居民提高警惕，加强自我防护。怎么这么热？这才换的空调就坏了。强哥，这气温怎么感觉比前2天高了那么多？大半夜的都快中暑了。不好，快去果园！咱们的芒果开始坏了，得赶紧给果树喷淋降温。快去仓库拿盆接水。光凭咱俩泼水没用，送水公司打电话要洒水车，越多越好。先把地表温度压下来。愣着干什么？快打电话！喂，苏老板吗？我们要30辆洒水车。多少钱都行，这温度不对劲儿，再拖下去，所有的果子都要烂了。喂，敢挂我电话是吧？王磊说的高温真的来了。去借喷壶管，去隔壁那几个大户都问问。没人借啊，他们都紧着自己用。现在一根滴灌管的价格都平时的5倍了，还没货。2万斤的货呀！晚上湿气重，高温再闷上2个小时就全废了。小磊，叶子开始打卷了，再烤下去这批果子全废了。别慌，按之前练习的来。爸，你去总闸那边盯着。3号水泵离网，细下水阀门启动，拉满负荷。爸，循环没问题，把外围的遮阳帘拉下来。好嘞。强哥，你歇会儿吧，这么浇一晚上，人都得累垮了。不能停，一停就全完了。你能顾得过来几棵树啊？这里面可是2万亩呢。我刚瞅了一眼最里面那片林子，树叶一点水分都没有了。坏了，我的果子全都坏了。果子全坏了。不可能，这只是边上的一小部分，里面还有新鲜的。强哥，算了吧，亏了多少？2万斤全都保不住，还有违约金加定金，总共几百万，全砸手里了。就算还有几棵树勉强喘气的，在这种高温下烤一晚上，明天一早肯定全死透。赵老板，开门收货了。什么味儿这么冲啊？赵老板，你这货怎么回事？张总，昨晚天气不对，但芒果没事儿，就是皮有点抽抽，你拿回去榨果汁没问题的。你糊弄谁呢？这果核都烧坏了，烂的不能再烂了。你让我拿烂果子去省城开精品超市，万一吃坏一桌顾客，我这半辈子的招牌就彻底砸了。张总真没那么严重，削皮切块做成果切，客人发现不了的。你这是违背良知，我不赚这种不义之财。赵老板，既然你交不出货，那就按照合同条款来。张总，咱们合作好几年了，这次是天灾，您再给我几天时间。合同上写的一清二楚，延迟交货或提供劣质水果，需赔偿3倍违约金，总共30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张总，这300万也太多了。强哥的果园现在1分钱收益都没有，您这不是逼我们吗？我给省城的精品超市供货，延误1天就要赔给商场几十万，你们交不出货，谁来救我的命？3天内见不到钱，我们直接法庭上见。强哥，现在怎么办？300万呀，我们把这园子卖了也凑不齐。别嚎了，还没到死路。喂，老李吗？我是赵强，
你手里还有没有芒果？什么品种都行，我要现货，越多越好。张老板，我是小赵，你那边的芒果采摘了吗？我高价收，每斤比市场价多给你加1块钱。小赵啊，我这边的果子昨天全被太阳晒焦了，树叶都掉光了，哪有果子给你？老张怎么说？他那里也没有吗？去，把车钥匙拿着，我们去隔壁县，那里的地势高，温度可能没这么热，只要能调到货，这300万就不用赔。赵老板，你来晚了。今年这温高的邪乎，整个省的芒果区都受灾了。林经理，你门路广，再帮我想想办法。我就要10万斤，价格你们开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现在外面温度都破纪录了。昨晚运走的最后一批果子，在半路上就闷烂了。现在谁手里有现货，那就是金子。林经理，真的连1万斤都没有吗？我们只要品相稍微过得去的就行。1000斤都没有。现在大家都在退定金，我劝你们也趁早止损吧。我们走，去地头看，我就不信全烂了。别看了，全废了。今年这温度，不给树浇水，树都活不下去，更别说果子了。强哥，真的没有果子了，我们去别省看看吧。别省，运过来要3天，在路上就得烂光。回去吧，今年这天儿，谁也救不了芒果。赵强，当初说好今天给材料费的，现在你的芒果全烂了，今天必须把钱结了。各位老板，我赵强在村里这么多年，什么时候赖过账？再给我几天时间。少废话！我听说绿源集团的张总要告你，让你赔300万，到时候你连底裤都不剩，拿什么还我们的钱？我的车还在这里，果园的地契也在这里，我跑不了。下周一定给你们结清。行，下周要是借不到钱，我们直接把你的越野车开走。走。强哥，你账上真的没有钱了吗？定金全赔进去了，账上就剩最后15万，那是准备给工人们结工资的。哎呀，王老板，忙着呢。张总，有什么事吗？王老板，你这大棚还真管用，你看这果子长得个个精神。是这样，赵强那边的货出了点问题，我听说你今年还没签预售合同。对，我没签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全包了，还是按上次的价格，每斤再额外给你加5块钱，这价格在村里绝对不算低了。5块钱，张总，你觉得我花了50万装着一套大棚降温设备，是为了赚这5块钱吗？王老板，做人要知足，现在这行情，除了我，谁能吃得下你这几十亩地的货？要是砸在手里，你连大棚的本钱都收不回。张总，既然您这么想，那就请去别家看看吧。我这地里的果子，不劳您费心了。小磊，真不卖给他呀？万一后面没人收？爸，放心吧，现在急的人不是我们。喂，李总，您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商场的展位已经空了2天了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明天必须把第一批2万斤精品芒果给我运到仓库，否则不仅取消你的合同，还要追究的法律责任。张总，隔壁县和周围几个镇我都打听过了，确实没有现货，只有王磊那里有完好的果子。走，备车。还去王磊那里吗？他昨天那个态度……不去找他，我明天就要破产。去商场买2盒最好的茶叶带上。王老板，忙着呢，我今天特意来看看你。张总，如果是来收果子的，昨天我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。王老板，昨天是我不会说话，您别往心里去，咱们做生意的和气生财。您看，我今天带了诚意过来。王老板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我急需一批优质芒果，你开个价。2万斤芒果我可以给你，但是价格得变一变。价格好说，
每斤比市场价再加7块钱，您看怎么样？每斤加10块，而且我有2个条件。加10块，行，我认了。那2个条件是什么？第一，我要全款现结，合同签完，定金必须付清，交货当天尾款必须打到我的账户上。这没问题。第二呢？第二，合同不能私下签，我要在村委会的院子里，当着全村所有果农的面签这份合同。这为什么要当着大家的面？当初全村都跟着别人笑话我，说我种大棚是脑子有病。今天，我要让他们看个明白。行，只要你明天能按时把2万斤货交给我，怎么签都依你。真要签合同啊？听说1斤给加了5块钱。这王磊还真折腾成了，50万的大棚居然能卖出这个价。王老板，合同已经重新拟好了，1斤加10块，全款现结。王老板，合作愉快。这是30万定金，已经转到你的账户上了，你查收一下。收到了，明天早上第一批2万斤芒果会准时装车。哎呀，这可是真金白银呐！王磊这小子这回是要发大财了。强哥，打听清楚了，王磊跟张总在村委会签了合同，1斤加了5块钱，定金都被给付了。1斤加5块，张总宁可要那个破棚的果子，也不要我的。强哥，咱们的果子全烂了，张总要是告咱们，300万违约金能把你撕了。要不咱们去王磊那儿弄点货？他的果子是大棚里种出来的，也是村里的水浇出来的，凭什么他一个人占便宜？叫上几个兄弟，去他的果园。赵强，带这么多人来我这儿，有什么事？磊子，发了大财就不认乡亲了。张总的订单是给咱们村的，你一个人把货全吞了，不合规矩吧？赵强，你少在这儿胡说！这大棚是我们自己掏钱盖的，果子也是我们自己种的。老头，闭嘴！今天这车货得先写着强哥预约。合同是跟绿源集团签的，赵强，你想强抢？哼！兄弟们，给我搬车！住手！赵强，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黎叔，你们别管闲事儿。王磊一个人吃独食，你们不想赚钱了？呸！赵强，前几天是你逼着我们签合同，现在你自己的果子烂了，还想拉我们下水？人家小磊花50万盖大棚的时候，你带头笑话人家。现在人家的芒果没烂，那是人家的本事。王磊，你真以为这几十亩果子能救得了你？你得罪了我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赵强，别说大话，合同白纸黑字写的清楚楚，你想动手，先问问法律答应不答应。张总，您来的正好，王磊这小子抢了订单，我正带人帮您把果子拉回去履约呢。够了，赵强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由于你无法提供合格货物，涉嫌严重违约，我们已经正式起诉你，要求你赔偿3倍违约金，共计300万。张总，这不能怪我，是温度太高。王老板，第一批2万斤精品果，咱们可都准备好了。张总放心，都在这儿了，随时可以装车。好，王老板办事就是靠谱。强哥，咱们先走吧。银行卡余额不足。王磊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，你给我等着！陈曼，你这个贱货！赵强，开门！今天必须把工钱结了。您拨打的
话已关机。陈曼，你跑不掉，王磊，你也别想好过。阿彪，带上家伙，去王磊的果园。强哥，这不合适吧？现在警察查得严。少废话！我给你1万块，事成之后我带你走。行，2点钟，果园后门见。要买点什么？要这上面写的除草剂，还有剧毒农药。这几种都是违禁的，现在不让卖了。你要是用在自家地里，用普通的不就行了？我有急用，少废话，把东西拿出来，这些钱都是你的。拿走，别跟任何人说，是我这儿买的。王磊，你抢了我的一切，我也要让你尝尝一无所有的滋味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们家现在忙得很，没空搭理你。王磊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放手！我是被赵强那个王八蛋骗了，他现在破产了，还打我。王磊，我们复婚好不好？我以后好好跟你过日子。陈曼，你当初跟我说，跟着我不如在城里要饭。现在赵强没钱了，你又想回来了？王磊，这果园是我们在夫妻存续期间建的，这大棚也是用我们的钱盖的，你凭什么一个人站着？建大棚的50万，是我向朋友和信用社贷的款，字是我一个人签的。你拿走的50万，是原本准备买房的钱，你觉得这里有你的1分钱吗？我要去法院告你，我要让你1分钱也拿不到。继续装帧，别耽误时间。赵强，你疯了！放开我！臭婊子，你转走我卡里的15万，以为我不知道？那钱呢？卡被冻结了，1分钱也取不出来。赵强，你现在揪着我有什么用？王磊明天就要交货了，他要赚几10万。哼，交货，我让他明天1个果子也卖不出去。你做了什么？明天他交货，我们就在现场闹。他要是敢不给钱，我们就把这事儿抖出去，让他彻底翻不了身。强哥，这要倒下去，整片果林可就全废了。要是被发现，不废了他，我这辈子就毁了。走！这畜生居然敢往池里下毒！小磊，咱们现在就报警。爸，不着急，如果现在抓了他，他顶多算个破坏财产未遂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明天是交货盛典，全村的人和媒体都会来，我要让他和陈曼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脸丢尽。王老板，今天省城的各大超市都在看着呢，你这批货一到，咱们就发财了。大家快来看啊！王磊这个没良心的陈世美，发了财就不要原配妻子，把我赶出家门，连口热饭都不给吃啊！王老板，这怎么回事？今天可有媒体在？陈曼，你继续演，记者朋友们的摄像机都开着呢，多拍几张。王磊，你在外面养别的女人，还把我们买房的钱全贪了，你就是个骗子！各位记者朋友，张总，你们千万别被王磊骗了。
他的大棚里种出来的芒果全是用剧毒农药催出来的。赵强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小磊的芒果我们天天看，怎么会有毒？这是我在他果园里的蓄水池旁捡到的违禁农药，这桶水就是我刚才从他的蓄水池里直接提过来的，里面全是剧毒。对，他为了防虫，把整瓶药都倒进蓄水处理了。这种芒果卖给城里人，是要吃死人的。快停！王老板，请问对于这位先生的控告，你有什么解释？你们的芒果真的存在安全隐患吗？王老板，这要是真的，咱们可就彻底完了，省城的合同得退，我的招牌也砸了。王磊，你现在要是给我们赔偿100万，这事儿我们就不往省里报，否则今天你就等着名誉扫地吧。陈曼，真的是你偷了我的钱15万！赵强，你听我解释，那钱我辛辛苦苦攒的钱，你全给偷走了，难怪你那天晚上跑得那么快。你个破产的废物，我不拿钱跟着你等死吗？真是狗咬狗一嘴毛啊！各位记者，这是县农业检测中心今天早上6点出具的水质和果品检测报告。我们的大棚在昨晚10点就开启了自动排水分流系统，赵强投下的毒水全部排进了废弃水渠，我们地里的芒果没有任何农药残留。好你个赵强，自己得不到，居然来投毒，毁全村的财路。这水池要是污染了，我们以后的地还怎么种？不要脸的畜生，滚出我们村！吉安！别砸了，别砸了，跟我没关系啊，是赵强让我这么干的。赵强，我们绿源集团不仅会彻底起诉你，还要在整个华南农产品行业公开通报你的行为。你名下的那些合作摊位，我们今天全部收回。你被封杀了。赵先生，对于你为了一己私利，企图毒害无辜消费者的行为，你有什么要对公众交代的吗？大家伙，把这2个不要脸的东西赶出去，别脏了我们村的地！让大家见笑了。现在我们的交货仪式可以正式开始了。钱董，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过的王磊王老板。这次要是没有他的大棚，我们的芒果业务可就彻底砸了。钱董您好。王老板年轻有为啊，极端高温下把损耗控制到3%以内，这很了不起。感谢钱董的信任，只要品质能把控好，合作没有问题。合作愉快，下周1首笔300万资金就可以到账。钱董，刚刚气象台发布了紧急通报。刚刚接到通报，马上将有一波超强台风直接在本地登陆，伴随特大暴雨和11级大风，正好覆盖我们的基地范围。11级大风，那大棚岂不是全得给掀了？咱们的投资怎么办？王老板，极端高温你能防得住，但这大风暴雨，你的大棚能顶得过去吗？小磊，气象台的警报你看了没有？11级大风，这铁架子真能顶得住？李叔，地锚已经打进地下2米深了，只要拉线不松，大棚就塌不了。小磊，这边的拉线也有点松，你拿那个大号的卡扣过来。风要是把果子全刮下来，我今年的指望就全没了。李叔，我们地里的果子现在有多少是红了的？大半都红了，就差这几天采收，风一吹一砸，全得烂在地里。通知大家，今天下午开始，能采收的尽量先采收。我把3号冷库腾出来，给大家放果子。真的？你那冷库能装得下多少？李叔，小磊说能放就能放，
你赶紧去村里喊人一起收，迟了就来不及了。王老板，这雨太大了，地里路滑，3轮车根本开不进去。大家别用3轮车了，把果子用扁担挑出来，我让父亲在冷库门口登记。小磊，村头的张老汉摔在沟里了，2筐果子全倒在泥水里了，正坐那儿哭呢。你把这车果子运到冷库去。李叔，带我去看看。小磊的果子，这可是今年我们的希望啊！张大爷，抓住我，快上来！张大爷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小磊，多亏你拉了我一把。这风太猛了，这才刚开始，树就倒了。小磊，咱们得赶紧回大棚。李叔，你带张大爷去仓库，我把剩下的果子捞上来。别捞了，小磊，太危险了。多抢1筐，就少1筐的损失。小磊，卡扣的螺丝滑丝了，我快拉不住了。爸，你再坚持10秒钟。小磊，快点儿，我没力气了。王老板，这次台风你们大棚的损耗只有2%，这在整个华南地区都是个奇迹。这不光是大棚结构的功劳，昨晚要不是各位叔伯兄弟顶着11级刮风，帮我拉住拉线抢运沙袋，这大棚和果子也保不住。小磊，跟叔客气啥？咱们大家的果子早在前阵子高温时就全烂光了，全村今年的指望可都在你这地里呢。只要你的果子保住了，咱们受点累算什么？小磊，我是彻底服气了。前阵子防住了极端高温，昨天连11级台风都顶住了。要是我们也能种上这样的大棚，以后是不是就再也不用看天吃饭了？所以我打算建合作社，由我和钱董出资，帮全村建第2代防风大棚，大家出土地和人工，果子由我统一包销。小磊，你没骗我们，这盖大棚的钱真不用我们自己出。李叔，钱董的农林集团首批300万资金已经到账，只要大家愿意签这份协议，下周大棚的材料就会运进村。王老板说的没错，我们看重的是王老板的技术和管理，跟着他，你们的果子有销路保障。那果子卖了钱，我们能拿多少？别到时候大头全被你们拿走了。协议上写得很清楚，利润的70%归大家，合作社只抽30%作为设备维护和运营成本，而且如果遇到天灾，合作社有最低保底收购价。小磊是看着长大的，他自己发了财也没忘了我们，我第一个签。小磊，赵强和陈曼在村头的旧窑洞里被人围住了。赵强，别在里面装死！今天要是拿不出5万块利息，就把你的双手留下一只。炳哥，再给我3天时间。我现在真的连1分钱也拿不出来了。各位老板，钱都是他欠的，你们找他要，别拉着我啊！
没钱？你那辆越野车卖了10万，剩下的钱呢？别逼我们动手！啊！王磊，救救我们！他们会打死赵强的。你又是谁？别在这儿多管闲事儿。我是这村里的合作社负责人，这是3000块，先给哥几个买包烟。他的债务能不能商量？你就是那个种大棚发了财的王磊？行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给他3天时间。3天后，我们要拿走5万美元，少一个子儿，我就带人砸了他的果园。王磊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。这钱是你帮我们垫的吧？这钱是从赵强之前的分红扣除的。陈曼，别自作多情。王磊，你来看我笑话的？我现在一无所有，你满意了？赵强，我这正好缺几个搬化肥的苦力，1天150，管1顿饭，来不来？强哥，咱们真在这干这个？这活是人干的吗？我的指甲全裂了。不干这个你吃什么？窑洞里连口热水都没有，少说2句，快点刷！赵强，今天早上搬了40袋，手脚挺利索。王叔，我能吃苦，只要能把债还上。这是今天的工钱，小磊说了，每天现结，免得那些人又来找你们麻烦。这钱是留着还债的，你1分也别动。陈曼，你干什么？我就是想尝尝，没想拿走。尝尝，陈曼，这些特级果是要送到省城商超的，一个果子抵得过你1天的工钱。是赵强让我拿的，他说这果子卖得贵，拿去镇上能卖好几10块钱。你个败家娘们儿，我什么时候让你偷果子了？赵强，你居然吼我！要不是你欠了那么多债，我至于去偷这几颗果子吗？王磊，是我没管好他，你要找就找他，我绝不护着。报警容易，但你那几百万块的债，下周谁替你搬化肥还？陈曼，这果园现在有全村人的股份，你偷的不仅是我的果子，更是大家的汗水。爸，把大门钥匙换了，以后绝不准让他进仓库。赵强，这大棚的滴灌管怎么接？你以前种芒果最懂这个。李叔，现在的滴灌系统跟以前不一样，得走暗管，这样大风吹不着。你把软管一节节连上，卡扣要拧紧。王老板，赵强对这套排水设计学得很快，他帮我们省了不少事儿。赵强，排水沟得再挖深10公分，这山坡排水是关键，得提前做扎实，咱们得确保工程质量。行，王总，我今天下午带人把这一排的沟全部加深。赵强，现在变样了啊！跟着小磊好好干，村里人都看着呢。王老板，我是天海果业的刘健，听说你们村的合作社搞得挺红火。刘经理，有何贵干？我们公司想跟你们合作，把你们这几十亩地的芒果包下来，不过价格得按我们的规矩来。哼，每斤3块，不零售。每斤3块。刘经理，我的特级果在省城能卖到15一块，你这价格跟强有什么区别？王老板，别给脸不要脸！实话说，这周围几个镇的冷链物流车队都是我们公司的，你不签，你的果子一箱也运不出这个县。
刘经理，运不运得出去，不是你说了算的。哼。小刘，你在王老板那儿？钱董，我正在跟王老板谈合同呢，他觉得价格太低，不肯签。您跟他说两句。小刘，天海果业只是我们省农龙集团下属的一个合作商。王磊是我们集团的技术顾问和合伙人，你被解雇了。钱董，我只是想帮公司省钱。钱董，刘经理，看来你们的物流车队以后得归我们调配了。快滚吧！开着好车也干着昧良心的事儿。王磊，你现在真有这么大的本事，连省农林集团的董事长都听你的？这只是个开始。赵强，下个月芒果成熟，我要让全省都知道我们村的名字。小磊，这大棚里的果子品相太好了，一点斑点都没有，个个像擦了油一样。王老板，第一批冷链车已经到了村头了，省城的张总正带着人等在收购站呢。爸，你带大家继续采摘，小心别碰伤了果皮。放心吧，小磊，大家伙都小心着呢，这都是大家的真金白银。王老板，你这批果子在省城还没下树，就被预定空了，大家都在等你的精品芒果呢。不准装车！王磊，这果园里有我1半的资产，今天不分我10万块，谁也别想走。王老板，这女人又是怎么回事？别耽误了我们交货的时间啊！陈曼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大风大雨的时候你跑去躲着，现在收成果子了，你跑来要钱？呸！法律规定夫妻财产共有，赵强在果园干活赚的钱就得有我的1半。陈曼，你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我的工钱已经全用来还债了。你个没用的废物，跟着你只能吃糠咽菜。王磊，你要是不给钱，我就天天躺在车轱辘底下。陈曼，你之前偷走赵强卡里的15万，已经涉嫌盗窃和转移资产。赵强的债权人已经申请了财产保全，你现在所有的银行卡还有名下的财产全在冻结名单里。不可能，那钱我已经花完了。陈曼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转移的那些钱，债务全部由你个人承担。我干活赚的每1分钱，你1毛钱也拿不到。活该，恶人自有天收。王磊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以前对你也不差啊。张总，装车吧。王总，第3期大棚的管路已经全部接通了，村民们这个月的分红已经发下去了。赵强，这个月你搬了多少袋化肥？不搬秸畈了，李叔他们选我做大棚的技术组长，这个月我拿了4000块底薪，债还剩最后1万就清了。赵强，快来看看这边的水阀，好像有点漏水。王总，那我先过去忙了。王老板，不，现在应该叫王董事长了。咱们的合作社已经覆盖了全省3个地级市，1万多亩芒果林。钱董，这只是第一步，我们要把绿色防风大棚推广到整个华南地区，让果农们不再看天吃饭。王总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明年我们的采购量还要再翻1倍。合作愉快。王老板，这篇报道一出来，省城的几家大型生鲜超市今天早上都往我办公室打来电话，指明要采购咱们基地出产的精品果。张总，这只是一个起点，我们的种植规模现在有了1万亩，但很多散户果农的利润还被卡在中间商手里。我想把直供模式推广到全县的普通种植户。直供模式需要越过县里的几家大型收储站。王董，县里的周总控制了全县70%的果品冷链和包装厂，他不会看着你把果农直接和省城超市连起来。
周总的模式是压低果农的收购价来赚取差价。我们如果给果农提供技术，再以高于市场价2成的价格直接回购，果农的收入能翻倍。王老板想怎么干，我全力支持。周总，王磊今天早上在县里几家主要的种植村发了传单，宣布要建立直供体系，直接按每斤高于我们2成的价格从散户手里收芒果。2成？他这是在挖我的根基。全县的包装厂和物流车有几个跟他签了协议的？周总，除了张总控制的那10辆冷链车，其余的运输户都接了我们的预付款。只要您一句话，随时可以停掉对王磊那边的运力支持。先不用停运。林经理，你今天去一趟那几个种植大村，把所有的村代表都请到我这里来。各位都是咱们县里种芒果的老把式了。我听说王磊最近在劝大家签直供协议。周总，王老板说能以高出市场价2成的价格收我们的果子，还包销。我们也是想多赚点儿。高2成确实诱人，但是各位想过没有，王磊的直供模式全靠省城那几家超市，万一哪天超市不收了，你们的果子往哪里放？周总，王老板的精品果在省城卖得很好，应该不会不收吧？做生意没有100%的保障。我的收储站和冷链物流在县里放了10年，无论年景好坏，我从没让大家的果子烂在地里。这倒是真的，周总每年都按时来收。这是我们公司新拟的5年独家供货合同，价格在去年的基础上，我再给大家加1毛。只要今天签了，我马上把30%的预付款打到大家账上。小磊，周总今天把大家召集去县里了，他当场给签了5年合同的散户发了每亩500块的预付款。李叔，那你签了吗？我没签，但我看到村里的张老汉和10几户都按了手印。他们急着用钱，周总的现钱拿得太快了。王老板，周总这一手玩得狠，他用预付款直接锁死了散户6成的产量，这样一来，我们的省城直供计划在货源上就缺了口。王总，周总合同里有一条规定，如果散户把芒果私自卖给别人，不仅要退回预付款，还要赔偿5倍的违约金。周总是想用资金优势，在采摘期之前把我们的直供渠道切断。咱们账上的资金还要用于第2期冷库的扩建，如果跟周总拼预付款，我们的资金链会非常吃紧。大家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用大棚控温技术种出来的果子，它的果皮没有任何黑斑，糖度达到了15度。在省城，这样的果子1斤可以卖到15块。王老板，你那大棚我们要花钱建，周总给我们的合同是直接给现钱，虽然便宜点，但省心。大家听我说2句，周总给的是现钱，但他把价格压到了每斤1.2块。如果用王老板的管理办法，我们的普通地头果起码能卖到2块。张大哥，你尝尝，如果按照周总的5年合同，不管市场价格怎么涨，你们这5年都只能拿1.2块，除去农资和化肥，你们每亩地纯利润还剩多少？王总为了帮大家，已经联系了省城的冷链，只要咱们保证品质，运费由王总的公司出，不扣大家1分钱。王老板，在我的签约户地盘上开会，不太合适吧？周总，村民们的地是他们自己的，跟谁合作，应该是他们的自由。自由？白纸黑字按了手印，这就是商业规矩。王老板，你如果私自收购他们的果子，就是在损害我们公司的合法利益。周总，那合同里有猫腻，你把农资价格和回购价格绑在一起，我们最后拿到手的根本没有1.2块。合同内容字字清晰，没人逼你们签。王老板，你要是真的想做直供，不如先把我手里的这6成产量买过去。不过价格得按我的规矩来。王老板，周总动手了，他以道路整修和包装箱短缺为借口，联合了县里最大的几家直广场和卡车特队，我们订的5000个精品包装箱，下午被全部退单了。没有专用纸箱，省城的超市根本不收。我们基地的第1批成熟芒果还有3天就要下树，如果运不出去，直接会烂在果筐里。纸箱厂不给做，
我们可以去隔壁县定。运率方面，张总，你手里的那10辆冷链车能不能跑省城长线？跑是可以跑，但油耗和磨损会折损我们的利润。而且，周总的车队如果天天在省道出口和我们打价格战，我们的回笼资金会变慢。我们不跑省城长线，把果子运到邻县的铁路货运站，通过铁路直接发往省城。省城的配送由钱董的农林集团直接接手。王老板，站长同意了，每天给我们留一节恒温车厢，从这里到省城只需要4个小时，比走公路还快2个小时。王老板，我们这儿也是支持地方特色农产品出省，不过车厢的温度必须保持在10度左右，你们的包装得做好防潮。站长放心，我们的包装箱内层加了防潮薄膜，这批货到了省城，直接进农林集团的冷库。王老板，周总带了几辆车，把我们进站的大路给堵了。他们说车坏了，正在路中间修车。周总这是明着来砸场子。王老板，我们去看看。王老板，真不巧，我这运芒果的车在半路坏了，这路窄，怕是得修个大半天。周总，这轮胎好好的，发动机也没漏油，你这修的是哪门子车？别在这碍事儿，赶紧把车挪开。张总，这车坏不坏得司机说了算，路是公共的，我们也想快点走，这不是没办法吗？周总，你的卡车堵在这里，你今天收来的3万斤散户果子，怕是也运不出去吧？在这样的太阳底下晒3个小时，果子会变软烂。周总，这路不通，咱们的芒果都在太阳底下暴晒呢，这要是烂了，公司赔不赔？吵什么吵？车坏了能怎么办？公司自然有规矩。周总，我们家这2000斤果子是最怕晒，要是今天运不到包装厂，明天就全成了黑皮了。林经理，给包装厂打电话，让他们连夜加班。周总，我的恒温车厢还有半个车陪的空间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把散户们的这3万斤果子一起装车，运到邻县的冷库。王磊，你在打什么主意？这果子是我花钱签的，运费和仓储费我们按标准结算，我只是不想看着村民们的辛苦钱烂在这条路上。王老板，多亏你昨天帮我们把果子运走。周总昨天晚上通知我们，因为果子在路上耽误了，每斤收购价要扣1毛钱的折损费。1毛钱，本来价格就被压得低，再扣1毛，村民们连化肥钱都挣不回来。周总这人真是心黑。王总，散户们现在私底下都在商量，想退了周总的合同，但是那5倍的违约金太高了，没人敢带这个头。张大哥，你把周总给你们的合同拿给我看看。周总，省城的2家大型批发市场今天早上通知我们，因为我们的芒果标批黑斑太多，糖度不够，他们要求退货，退货量大概有1万斤。退货？以前不都是这么收的吗？周总，王磊的直供果品相太好，省城市场的标准现在被拉高了，我们的普通地头果在省城卖不动了。王磊的大棚技术就那么神？林经理，你去找那个叫赵强的，他以前跟过王磊，熟悉大棚的设计，给他2万块，把大棚的温控数据和排水设计图拿过来。赵强，这是2万块，图纸和温控仪的密码呢？林经理，大棚的设计图都在王磊的电脑里，我拿不到，我只有这几钱手抄的控温参数。周总，大棚的控温参数是根据不同坡度和风向实时调整的。你拿了这几张死数据，不仅种不出好芒果，反而会把果树闷死。王磊，你今天设这个局是想逼我退出这个县的芒果市场？周总，我如果想让你破产，只需要把这份视频和你的合同欺诈证据发给省城的采购商，你的收筹站连3天都撑不过去。周总，你在合同里把农资价格定得比市场高30%，回购时又扣除各种折损费，这种合同一旦公开，你在本地的名声就彻底臭了。周总，压榨果农、垄断玉律，甚至搞商业盗窃，你这10年来赚的都是带血的差价。只要你放我一马，条件随便你开，我的冷链是全县最完善的，离了我的仓储，你一个人吞不下省城那么大的市场。我从来不和试图置我于死地的对手合作，你的冷链我会通过法院的破产拍卖，1分不少的依法拿过来。王磊，你少在这里吓唬我！就算我周建国进去了，
周氏果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，名下的冷链物流园和包装厂也会被立刻查封。没有2、3年的官司，谁也别想动那些设备。现在正是芒果采收的黄金期，没有我的运力，你地里的金苹果不出3天就会烂成一滩水。你等得了2、3年的法拍？你的芒果等得起吗？你想跟我鱼死网破，你也得赔个倾家荡产。鱼一定会死，但网绝对破不了。周总，你消息太闭塞了。你以为我这几天在忙什么？钱董的农林集团已经协调好了，我们的芒果可以直接走绿色通道，4个小时直达省城冷贡。至于包装，我们改用了简易环保竹筐配防潮膜。省城的精品超市对这种环保设计非常满意，成本反而降低了30%。我走铁路，不需要你的一辆货车。我的芒果不仅等得起，还能看着你的货运车队因为接不到单子，在太阳底下天天折旧，简直。但我听说你上个月刚向银行贷了300万，如果你的冷链停摆的消息传出去，会怎么样？到时候债主会砸了你的办公室，你的所有资产都会强行拍卖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不仅一无所有，连你的老婆孩子都要跟着你流落地头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第一，周氏果业名下的所有冷链仓储、物流车队和包装厂全部并入新成立的王州绿色果业集团。第二，股权结构重新划分，王氏果业占股51%，拥有绝对控股权，董事会1票否决权。你占股29%，交出所有经营权，只拿分红。你这是在抢劫！我干了10年，你就给我留29%。那剩下的20%呢？剩下的20%作为全县果农的技术与保障基金，由村委会代管，用来给小户建设防风大棚和提供天价灾害补偿。各位乡亲，以前是我周某人钻了空子，今天我当着王老板的面宣布之前签的5年独家合同全部作废，大家不用出1分钱违约金。周总，你真不要违约金了。大家不用担心，从今天起，周总的收储站和我的基地合并为王州绿色果业集团，我们以每斤高于去年2成的价格统一收购全县的芒果。小磊，这回我们散户真的能跟着你发财了。李老哥，以前对不住，以后有王老板的技术指导，咱们县的芒果一定能卖上好价钱。省里的大型生鲜冷链示范基地批下来了，我们合资建设的10万吨级库腔下个月就能动工。有了这个冷库，全县的果子不仅能出省，还能直接出口。王老板，你现在可是名副其实的芒果大亨了。王总，第1期大棚的有机水肥配比已经完成了，今年的产量预计能翻1倍。辛苦了，赵强，以后基地的技术管理就交给你了。史密斯先生，这就是我们的第2代智能温控大棚，王磊董事长已经在这里等候了。欢迎史密斯先生，请跟我们来，所有的设备和植株都对您开放。请向我展示这批芒果从开花到挂果的全部无公害投入稳记力办。这是3号棚从去年10月到今年5月的所有记录，包括每一次物理灭虫器的清洗记录，都有果农的签字。王总，这数据不会有问题吧？我们用的是省农林集团统一配送的生物起降解肥，每个批次都有省质检中心的合格报告。王总、周总，史密斯先生说我们的记录非常完美，他说这是他在华南地区见过的最规范、最干净的绿色芒果种植档案。非常好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今天晚上我做东，一定要请史密斯先生尝尝我们本地的农家菜。成了，咱们的果子这回是真的出国了。王磊，5年前我以为我这辈子就彻底烂在那个泥坑里了，谢谢你。王磊，谢谢你给了我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地里的泥是脏的，但只要弯下腰，一锄头一锄头的刨出来的东西就是干净的。